我要点餐，只是买一杯咖啡你就要走了，你也没有受到什么特殊的服务啊，为什么还要多给这个20%的小费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雅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聊一下美国餐厅的一些小事。因为我去年一整年都在美国的餐厅打工，我是做那个代位的人，除了确认当天预约的客人有几桌，然后客人想坐哪，然后帮他安排座位，然后等客人来了以后又帮他带到位置的那一个人，就是你进到一间餐厅第一个会遇到的那个小姐，那就是我。那其实美国的餐厅的话，首先是台湾人的话，你应该是比较想知道是小费的制度。因为我们台湾或是东亚基本上没有小费制度，那去到美国真的非常不习惯的。我其实呢也对小费也不是很了解，我也没有办法给太多的建议。但是就我的感觉，我那时候是做晚班的，就是晚餐时间的，大部分的客人呢，他还是会给到18%。我认为白人的客人呢倾向给20%，他们真的比较大方一点。那因为呢，服务生他们毕竟还是靠着微薄的时薪跟小费在生活，因此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，我真的觉得还是可以给服务生多一些小费哦。当然了，这是看人的，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说很大方。只是说现在其实美国他们的小费制度越来越夸张了，因为他们现在都用机器嘛，就是你点完餐以后，他就会给你一个机器，然后那机器呢你就自己刷，然后自己刷卡。然后这个机器里面就他们餐厅它可以设定有一个小费的部分，然后你就会在那里面圈选你要18%还是20%还是25%这样子。那个餐厅他自己会设定，我知道有一些餐厅他根本就把那一格的地方变成20%开始起跳，就20、25、28，那其实是有点过分啊。我是觉得有点过分，你强迫我给你20%以上的小费。那其实不只是餐厅，就连那个咖啡厅也是这样子啊。有一些咖啡厅，像连 Starbucks 都是一样，你点个什么餐，他就会给你一个东西，叫你自己去选那个付账，或者用信用卡或什么地方，那个上面它就会有一个小费设定的地方。那很多咖啡厅都这样子，都会有个小费设定。可是你只是买一杯咖啡，你就要走了，你也没有受到什么特殊的服务啊，为什么还要多给这个15%还是18%还是20%的小费呢？这点真的是觉得美国小费制度有点越来越过分这样。但是基本上我脸皮还算够厚，我如果去到那样子的咖啡厅，我还是蛮脸皮厚的，圈选那个不要小费。所以建议大家呢，在美国消费的时候，一定要看清楚他给你的那个机器，你一定要看清楚上面是不是有一个自动勾选小费的部分。不要就是默默的就多给人家钱。再来聊一下这个美国餐厅呢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是我发现是文化的不同啦。我工作的餐厅是日本的餐厅，那当然就是它既然是日本餐厅，就会有很多日本客人。发现到有趣的是呢，日本客人呢其实比较麻烦，他会把他日本的那一套日本的习惯带来到美国，因此呢随时都会看到有人举手跟服务生说すいません ，Hello， 我要点餐这样子。那日本人的习惯又有一点坏习惯啊，他们喜欢先点什么再点什么，然后吃的不够再追点什么，然后吃不够再追点什么。他们真的很喜欢找服务生，就是一餐饭吃下来可能举手4、5次，然后就一直追点。那对服务生来说，日本客人真的不大好伺候。我觉得美国客人呢就蛮有趣的。因为其实在美国的习惯是，你知道他们进餐厅吃饭，好，你给他一本，随便拿这一本当做这是菜单好了，他这样看一看，他看完他决定他要吃什么以后，他是默默的放下来，放到桌上，盖起来哦，默默的盖起来，然后放到桌上，然后就坐好在那边，等你服务生去问他说，你决定好要吃什么了吗？就是他不会自动叫服务生，很少有美国人会这样举手说，我要点什么。
你就是要注意观察他桌子上面，他这一本菜单是不是已经盖好了，是不是放在那边了。那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客人他们跟日本客人很不一样的地方，这是文化的不同。那还有一个我要提的是，我跟我的日本同事常常在笑的是，因为我是带位的嘛，我要注意，比如说这一桌吃完饭了没，然后或那一桌他现在吃到哪个状态，然后我才可以决定说下一个客人要等多久，下一个客人是不是可以10分钟以内到位？因为客人进来，他会如果要等的话，他会问我说：“那还要等多久啊？”我就得去看嘛，看那一桌到底吃完了没。发现呢，日本人呢，他们吃饭的习惯呢，就是日本那一套，他们可能会一直追点，一直追点，一直追点，然后最后甜点。但是呢，中国人或台湾人就不一样。中国人或台湾人的话，很有趣的是，常常可以看到2个人在吃饭，一个人还在吃主餐，另一个人已经在吃甜点了。就是我们华人吧，比较没有这种，就是一定要前菜，然后到主餐，然后最后甜点。华人比较可能随便，他可能是全部都给我上来，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菜全部吃完，我管你是前菜还是什么，你只要准备好就给我端上来。但是日本人他们就会有比较有规矩，然后最后他们吃到甜点，你就知道就是他们这一餐已经要吃完了。可是呢，华人的话，即使他已经在吃甜点了，你还不能够确认他是不是已经吃完了。所以这是蛮有趣的文化不同啊。那我这个频道呢，偶尔会跟大家聊一些我对这个外国文化的观察。那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哦。那先这样子哦，拜拜。